你知道吗？在台北万华有一位72岁的张伯伯，半年前还能每天去公园打太极，跟老朋友们聊上1-2个小时。可是去年冬天他感冒住了1次院，前后不到2个礼拜。出院的那一天，他从病床上下来的时候，双腿一软，差点跌坐在地上。他自己吓了一跳，家人也吓了一跳。短短10几天的卧床，竟然让一个原本健步如飞的老人家，连从床边走到厕所都需要扶着墙壁。后来医生告诉他一句话，让他终身难忘。医生说：伯伯，您不是病没好，是肌肉跑掉了，这叫做肌少症，这不是个案。在台湾，每3个65岁以上的长辈里，就有一个正在经历一场无声无息的肌肉大流失。他们的腿越来越细，从椅子上站起来越来越吃力，走路速度越来越慢。可怕的是，超过一半的人根本没有察觉这场灾难正悄悄上演。更残酷的是，当你终于发现的那一刻，往往已经错过最佳的补救时机。一项追踪上千名台湾银发族的调查指出，当小腿为小于33公分，身体早已亮起红灯。但就在这几年，一个让全世界营养学家都竖起大拇指的发现浮出水面。原来，在这场对抗肌肉流失的战役当中，我们从小吃到大，被视为国民营养品的鸡蛋，并不是真正的王者。真正的真鸡王是一种你在台湾任何一个传统市场，任何一家全联或家乐福花100-200元台币就能买到的平民海鲜。它的蛋白质含量直追鸡蛋，可它身上还带着2样鸡蛋拼不过的超级武器，一个叫做 Omega-3， 一个叫做维生素 D。3种顶级养分一次到位，让中老年人的腿脚重新找回力量，让肌肉1公克1公克地长回来。它就是被科学家们悄悄封王的那条鱼。别着急，我会把它的名字、为什么是它、怎么吃最有效，今天一次讲到底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懂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：肌少症到底有多可怕？为什么50岁以后，这场战役如果你不主动参战，就等于缴械投降？2020年到2021年之间，一项由台湾家庭医学会跟亚培药厂合作的大型调查让人吓了一跳。研究人员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仔细追踪1300多位50岁以上的民众。结果出来那一天，现场的营养师们脸色都变了。不到2个人就有一个面临肌肉流失的高度风险。而且更颠覆过往认知的是，男性的肌少症风险居然高达 51%， 比女性的 43% 还要高。我们以为男人天生肌肉发达，怎么会输给女人？这个迷思就此被科学狠狠打破。原来男性的肌肉虽然底子好，可一旦进入老化期，流失速度反而比女性更快更猛。那肌肉流失究竟有多快呢？医学界给出一个让人心惊胆跳的数字：人体的肌肉量在30岁达到巅峰，过了30岁以后，每10年大约流失 3% 到 8% 的肌肉。听起来好像不多，对吧？但等到你过了40岁，这个流失速度会突然加快，过了50岁更是进入所谓的加速期。换算下来，一个40岁到80岁的人可能会失去高达 40% 的肌肉量，整整4成啊，朋友们。这不是肉变少了那么简单，这是你身体里支撑你站立、支撑你行走、支撑你抱孙子、支撑你独立生活的那根梁柱，正一寸一寸被白蚁啃噬。而这条时间轴更是让无数家庭闻之色变。肌肉一旦流失过多，就会引发肌少症。肌少症一旦上升跌倒，几率会飙升，骨折风险会飙升，住院时间会拉长。一旦住院卧床超过2周，肌肉又会快速萎缩，于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。最终的尽头是失能，是长期卧床，是失去尊严的晚年生活。台湾国健署的数据显示，光是65岁以上的长者就有将近30万人罹患肌少症，但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。更让人担心的是，肌肉量减少不只影响行动力，还会直接拖垮免疫力。肌肉其实是身体最大的代谢器官，它储存氨基酸，供应身体在生病或受伤时的修复原料。当肌肉量太少，一旦遇到大病大伤，
身体连修复的本钱都拿不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冠疫情期间，台湾家医科医师再三强调，肌肉就是免疫力。一个肌肉量足够的长辈，跟一个瘦弱无肉的长辈遇到同样的病毒，恢复速度可能差上好几倍。这场危机的起点，往往是非常细微的征兆。以前可以一口气爬5层楼，现在爬3层就喘不过气。以前1袋米轻松扛上肩，现在连2公升的水瓶都觉得吃力。以前蹲下去拔个草，站起来腰杆挺直，现在蹲下去要扶着膝盖，慢慢撑个3秒才能站起来。以前转开瓶盖1秒钟，现在要费尽力气才能转得动。这些细节全部都是肌肉在向你发出最后的求救讯号。那你怎么快速判断自己有没有肌少症的风险呢？告诉你一个复健科医师教过的居家检测法，用你的双手绕着小腿最粗的地方圈一圈。如果是男性，小腿围小于34公分；如果是女性，小腿围小于33公分，那就要警觉了，肌少症可能已经悄悄找上门。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方法，叫做指环测试，用2根食指跟拇指圈住小腿肚，如果可以轻松圈起来，而且还有空隙，那你的肌肉量恐怕已经开始拉警报。再来一个更简单的测试方法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看你能不能不用手撑，连续做10次起立坐下。如果做不到，或者过程中需要扶着桌子椅子，那你的下肢肌力很可能已经低于同龄人的标准。这时候大部分人脑袋里浮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多吃点鸡蛋啊。从小到大，长辈、老师、阿嬷都告诉我们，鸡蛋是最好的营养品，是最补的食物。鸡蛋确实很棒，它含有完全蛋白质，含有维生素 B12， 便宜，好取得，好料理。卫福部的饮食指南也都把鸡蛋列在优质蛋白质的前段班。对5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，每天早上1颗蛋确实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鸡蛋真的能单独对抗肌少症吗？答案是远远不够。为什么呢？来看一个让很多营养师都跌破眼镜的研究数据。2022年，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在一份重量级的学术报告里明确提出，要对抗中老年人的肌少症，不能只看蛋白质，还必须同时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D， 建议每天摄取800到1000 IU。可是一颗鸡蛋里的维生素 D 含量是多少呢？大约只有40到50 IU 左右。意思是你必须吃整整20颗鸡蛋，才能达到1天的维生素 D 需求。20颗鸡蛋啊，那胆固醇直接爆表，肾脏也吃不消，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更别说对抗肌肉慢性发炎的 Omega-3 脂肪酸，鸡蛋里几乎是缺席的。研究发现，摄取 Omega-3 较多的长者，罹患肌少症的风险明显较低。可在鸡蛋当中，这个关键养分基本是没有细分的，除非你买到的是特殊饲养的 Omega-3 鸡蛋，但价格也跟着翻倍。换句话说，鸡蛋虽然是好食物，但它就像一个只会单打独斗的选手。而肌少症这场战役，要的是3剑客一起上阵的全方位作战。优质蛋白质、Omega-3、维生素 D， 三者缺一不可。市面上没几种食物能同时做到这3件事。那有人会问，鸡胸肉呢？牛肉呢？鸡胸肉确实是健身族的好朋友，蛋白质含量高，脂肪低，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几乎不含 Omega-3， 维生素 D 含量也低得可怜。牛肉虽然蛋白质丰富，可饱和脂肪太高，老年人吃多了反而增加心血管负担。猪肉就更不用说了，猪油里含有大量 Omega-6， 吃太多会加剧身体发炎。豆腐豆浆呢，虽然是植物界的优质蛋白，但白氨酸的比例不够高，对启动老人的肌肉合成效率没有动物性蛋白来得直接。那到底有没有一种食物能一次提供蛋白质 Omega-3、维生素 D， 又便宜又好取得，又适合中老年人咀嚼吞咽呢？有的，它就叫做青鱼。对，就是你在传统市场常常看到那条蓝背银肚，油亮亮、便宜的不可思议的青鱼。日本人叫它青花鱼，在台湾的南方、澳东港甚至大溪渔港，每天都有大量新鲜青鱼上岸。
一条中型青鱼的售价往往不到150元台币，甚至超市里那种已经处理好的青鱼，一夜干一片只要50-60块。可就是这条看起来不起眼的家常鱼，在最新一波的营养学研究当中彻底脱颖而出，被默默封为对抗肌少症的隐藏王者。事实上，日本人早就吃出了门道，在日本冲绳长寿老人的餐桌上几乎天天都有青鱼、烤青鱼、青鱼味噌煮、盐制青鱼。他们吃的不只是味道，更是100年累积下来的长寿智慧。而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追踪过上千位80岁以上的健康长者，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，每周至少吃3次以上的多脂鱼类，而青鱼正是其中最常出现的主角。可惜的是，这个饮食智慧在台湾反而被很多人遗忘了。它到底强在哪里呢？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拆给你看。第一个强项是它惊为天人的 Omega-3 含量。根据台湾食药署的食品成分资料库，每100公克的青鱼含有大约2851毫克的 EPA 以及高达4503毫克的 DHA。 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同样100公克的旗鱼， DHA 只有302毫克，鲔鱼更惨，只有105毫克。换句话说，青鱼的 DHA 含量几乎是旗鱼的15倍，是鲔鱼的43倍。一条青鱼的 Omega-3 总量轻松超过大部分人一整周的需求。那 Omega-3 跟肌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要讲到一个近几年让老年医学界很兴奋的新发现。原来肌少症之所以发生，并不只是蛋白质吃不够那么单纯。随着年龄增加，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种叫做合成抗性的现象，意思是即使你吃下蛋白质，肌肉合成的反应也会变得越来越迟钝。研究团队发现，造成这种抗性的元凶之一就是身体的慢性发炎，而 Omega-3 最强大的能力恰恰就是抗发炎，降低肌肉的氧化压力，帮助肌肉细胞重新对蛋白质产生敏感度。简单讲， Omega-3 就像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那扇被锁住的肌肉合成大门。没有这把钥匙，你吃再多蛋白质都进不去。有了这把钥匙，蛋白质才能真正被肌肉吸收利用。鸡蛋只负责提供蛋白质，可它没有这把钥匙。而青鱼是少数同时拥有蛋白质跟钥匙的食物。更惊人的是，2011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实验，让一群65岁以上的长者连续吃了8周的 Omega-3 补充品，再用核磁共振检查他们的肌肉合成速率。结果发现，这群长辈的肌肉蛋白质合成率竟然提升了将近1倍。这个结果让研究人员都惊呆了。也就是说，光是补充 Omega-3 就能让老人的身体重新具备年轻人的肌肉合成能力。这个研究后来被无数同行重复验证，几乎成了肌少症饮食指南里的教科书级证据。第二个强项是青鱼的维生素 D 含量。我们前面讲过，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建议每天要吃到800到1000 IU 的维生素 D。可台湾的研究调查显示，大部分国人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浓度都严重偏低，特别是长期待在室内、不爱晒太阳的长辈。那要怎么补呢？除了晒太阳以外，最有效的天然食物来源就是多汁鱼类，而青鱼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一份大约100公克的烤青鱼可以提供将近600 IU 的维生素 D， 相当于一天需求量的2/3。再搭配每天15分钟的晒太阳，你就能轻松达标。维生素 D 跟肌肉的关系，这几年也是越研究越清楚。维生素 D 不只能帮助钙质吸收，预防骨质疏松，它本身也直接参与肌肉细胞的代谢。你的每一条肌肉纤维上都有所谓的维生素 D 接收器，当血中浓度足够时，这些接收器就会打开，启动肌肉的修复跟生长。而当维生素 D 不足，这些接收器就像没电的开关，肌肉就算想长也长不起来。研究显示，血中维生素 D 浓度低的长者，罹患肌少症的风险明显升高。反过来，补足维生素 D 以后，肌肉的力量、行走速度、平衡感都会跟着改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医师会说，肌少症跟骨松症往往是双胞胎，一个来，另一个就跟着来。
但如果你能把维生素 D 补足，这对双胞胎就能一次挡下2个。第3个强项是青鱼的优质蛋白质，每100公克的青鱼含有大约14到18公克的蛋白质。虽然单看蛋白质含量，它没有鸡胸肉、牛肉那么亮眼，但青鱼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它是一种完全蛋白质，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氨基酸，其中还包括了肌肉合成最关键的那一个，叫做白氨酸。白氨酸是什么呢？它是支链氨基酸的一种，被科学家称为启动肌肉合成的开关。研究发现，老年人因为身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下降，每一餐至少需要摄取大约20到30公克的蛋白质，并且必须含有约2公克以上的白氨酸，才能真正触发肌肉合成的反应。同样的分量，年轻人只需要1公克白氨酸就能达标，但长辈需要2倍以上。青鱼正好可以提供高比例的白氨酸，加上它的肉质柔软好咀嚼，对于牙口不好的长辈来说，是一个吃得下去又吃得进去的完美选择。而且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好处，相较于大型远洋鱼，像尾鱼、旗鱼、鲨鱼，青鱼体型小，寿命短，不太会在体内累积汞、镉等重金属，吃起来相对安心。再加上它的价格便宜，在台湾1年4季都买得到，这对需要长期补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根本就是完美的日常增肌食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青鱼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隐藏技能，就是它富含维生素 B12。维生素 B12 对于神经系统、对于红血球生成都至关重要。许多老人家经常感到疲倦、手脚麻木、注意力不集中，其实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维生素 B12 不足。一条青鱼里的 B12 含量几乎可以满足1天的需求，再加上青鱼的硒元素含量也相当高，硒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细胞不受自由基攻击，延缓老化。算下来，吃一条青鱼等于同时帮自己补了5-6种关键营养素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迫不及待想冲去买青鱼了。先别急，怎么吃也是大有学问的。我这边整理出3个一般家庭最容易做到、最有效的吃法，你拿笔记下来，回家就能照着做。第一种，盐烤青鱼，这是最简单也最不破坏营养的方式。把青鱼一夜干放进烤箱或气炸锅，摄氏200度大约烤12到15分钟，烤到表皮金黄微焦，油脂滋滋作响就完成了。这种高温短时间的烹调方式可以最大限度保留青鱼的 Omega-3， 因为 Omega-3 是怕热怕氧化的脂肪酸，越是长时间水煮油炸，越容易让珍贵的 DHA 跟 EPA 流失。建议每周吃2到3次，一次一片，搭配白饭或一些清烫的蔬菜，再淋上一点柠檬汁，营养完整而且口感清爽。第二种，青鱼味噌汤或番茄炖青鱼。如果家里长辈牙口不好，可以把青鱼煮成汤品，先用一点姜片去腥，再加入味噌、白萝卜、豆腐炖煮，最后撒一点葱花。这道汤不只温暖好吞咽，连汤都带着青鱼的 Omega-3 精华，连汤带肉一起喝下去，比单吃鱼肉更划算。番茄炖青鱼也是一个超棒的选择，番茄里的茄红素是脂溶性抗氧化剂，搭配青鱼的脂肪一起吃，吸收率会大幅提升。双重抗发炎是预防肌少症的黄金组合。地中海饮食研究团队发现，这种番茄加多子鱼的搭配方式可以让血管老化速度减缓将近20%。第三种，青鱼罐头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平民到不行的青鱼罐头。很多人以为罐头食品营养价值低，那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青鱼罐头因为是高温密封处理，连鱼骨都被软化，连骨带肉一起吃下去，反而能补到大量钙质。而且因为加工后不接触空气， Omega-3 被氧化的程度反而比某些不新鲜的生鱼还要低。对行动不便的长辈、不擅长烹饪的单身银发族来说，一罐青鱼配一碗白饭，营养就到位了。挑选时记得选择低盐、无防腐剂，用橄榄油或水浸泡的版本，避免重油重咸的款式。顺便分享一个小撇步，市场买青鱼要怎么挑？第一，看眼睛，新鲜青鱼的眼睛清澈饱满，不会凹陷混浊，
第二，看鱼鳃，要鲜红色，不要暗褐色。第三，按鱼身要有弹性，按下去能立刻回弹。第四，闻气味，新鲜青鱼有海水的清香，如果有刺鼻的腥臭味就不要买。如果是冷冻的，包装要完整，没有冰晶结霜的就是好货。当然，光是吃还不够，再厉害的食材也需要搭配运动才能让肌肉真正长回来。研究发现，老年人光吃高蛋白却不运动，肌肉量几乎不会增加。但只要加上每周2次，每次20到30分钟的阻力训练，就算只是用矿泉水瓶当哑铃，用弹力带做拉伸，用椅子做坐姿起立的训练，效果都会非常显著。一般建议运动后的1个小时内，赶快补充蛋白质食物，这时候肌肉合成的效率最高，而青鱼正好是运动后一顿最理想的选择。我特别推荐3个适合长辈在家就能做的简单训练。第一个是坐姿起立，坐在坚固的椅子上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双手交叉抱胸，慢慢站起来，再慢慢坐下，一组10下，每天3组。这个动作能直接强化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，对防跌效果极好。第二个是踮脚尖，扶着墙壁或椅背，双脚同时踮起脚尖，停3秒再放下，一组15下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小腿肌肉跟平衡感。第三个是靠墙深蹲，背靠着墙慢慢蹲下，膝盖弯曲到大约90度，停留10到15秒。这3个动作配合每周2-3次的轻鱼，3个月内你会明显感觉到走路有力，爬楼梯不喘。不过轻鱼虽好，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无节制的吃，有几个小提醒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痛风或高尿酸的朋友要适量。青鱼属于普林含量中等偏高的鱼类，急性发作期最好暂停食用，平时稳定期可以吃，但建议一次不要超过100公克。第二，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朋友要留意 Omega-3 有抑制血小板凝集的效果，跟抗凝血药物一起使用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。如果你正在吃这类药物，最好先咨询你的医师，再决定每周的摄取量。第三，肾脏功能不佳的长辈要控制总蛋白质量。青鱼虽好，但蛋白质代谢会增加肾脏负担。这类朋友建议遵照医师、营养师的建议，制定适合自己的摄取量。第四，青鱼一定要新鲜。青鱼的组织胺特别容易随着保存不当而升高，吃下不新鲜的青鱼可能引起过敏、红疹、头晕等所谓的组织胺中毒。买回来之后最好当天料理，或者赶快冷冻保存。第五，对鱼类过敏的朋友千万别贸然尝试，建议先从少量开始试吃，观察身体反应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我们把今天的重点再快速帮你整理一遍。肌少症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50岁以后你不主动出击，肌肉就会自动撤退。要打赢这场仗，光吃鸡蛋是远远不够的，你需要同时补充蛋白质、Omega-3、维生素 D 3大主力。而在所有食物当中，能一次到位、便宜、好取得，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，就是青鱼这条被低估了多年的平民海鲜。每周吃2到3次，每次1片，搭配每周2次的阻力训练，以及每天15分钟的晒太阳，你的腿脚会一点一滴重新找回力量，从椅子上站起来不再吃力，爬楼梯不再喘，抱孙子不再手抖，独立生活不再是奢望。让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位张伯伯的故事。他出院之后，在女儿的督促下，每周吃3次青鱼，每天搭配半小时的散步跟坐姿起立训练。3个月后，他重新回到公园打太极。半年后，他不只能自己提菜上楼，还可以陪着3岁的小孙子在公园里跑来跑去。前阵子，他遇到当初帮他治疗的医生，医生看着他的腿，连连点头说：“伯伯，您这双腿不像70多岁的腿，倒像是60出头的人才有的力量。”张伯伯笑着回答：“这都是那条鱼的功劳啊！肌肉是一个人晚年最值钱的存款，钱可以再赚，肌肉一旦流失，要长回来会比流失时困难10倍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从你的下一餐开始，给自己、给家里的长辈准备一条青鱼吧。也许就是这一条鱼改变了你，
或他未来10年、20年的生活品质。